蓝衣青年告知了即将举行的比斗。尽管叶凡对他进行了嘲讽，蓝衣青年还是不敢在李若愚面前造次，只能离开。叶凡则沉浸在对12字真言的思考中。不久后，蓝衣青年和其他新风弟子在捉风拦截叶凡，试图教训一下叶凡，但叶凡并不买账。在一番打斗后，叶凡展示了自己的实力，轻松制服了让他屈服的新风弟子。蓝衣青年和他的同伴试图逃跑，但叶凡以超乎寻常的力量用巨石将他们砸回地面，造成了严重的伤害。叶凡随后毫不留情地出手，不仅踩在蓝衣青年的脸上，还将其他人踢飞，以此来教训他们，并警告他们记住，捉风是一座主峰，是一种强大的传承，以后来此地需要通禀，需要从山门走上来。李若愚老人在关键时刻出现，并表示叶凡说得好，并宣布今后任何人都不得擅闯捉风。这一事件迅速传开，尤其是新风的弟子们感到愤怒，因为他们的同门受到了重伤，全都有些按捺不住。叶凡在山顶接到了李若愚递给他的古弓、剑语和一本泛黄的簿册，但没有得到任何解释。叶凡看到新风的弟子气势汹汹地来到捉风上空时，李前辈，新风的人兴师问罪来了。李若愚只是平静地回答叶凡，我不是给你弓与剑语了吗？面对新风的弟子挑衅，叶凡毫不畏惧，挺身而出，以坚定的声音捍卫捉风的尊严。你等欺人太甚，此乃一座主峰的传承所在地，你们竟然随意飞临，若是其他鼎盛的主峰，你们敢如此吗？在紧张的对峙达到顶点时，叶凡展示了古弓的真正力量。他只是简单的搭箭弯弓，便引发了一股强大的波动，甚至使得一只老鸭化为乌光，融入箭雨之中，箭雨仿佛变成了烈日，散发出令人敬畏的威压。这一幕震撼了新风的弟子们，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力量，纷纷感到震惊和恐慌，意识到叶凡手中的武器不容小觑。在这种压力之下，他们选择了撤退，不敢再对捉风有任何不敬。叶凡本人也被古弓和剑雨的神秘力量所震撼，他意识到这些武器拥有难以想象的力量，甚至担心一旦射出箭时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这加深了叶凡对李若愚实力和身份的好奇与敬畏。最令他震惊的是，捉风上9只看似普通的老鸭，竟然在一瞬间化作乌光，融入了他手中的9支箭雨之中。这一变化使得箭雨仿佛拥有了生命，天空在箭雨搭上弓弦的瞬间也似乎为之颤动。叶凡意识到手中的古弓和箭雨非同小可，他们可能是传说中的重宝。他站在捉风之巅，手持古弓，仿佛成为了守护之神，剑尖所指之处，新风的弟子们无不惊恐逃散。这时新风的长老们也赶到了现场，他们急切地请求李若愚老人手下留情，而李若愚老人的声音随后传来，表示只需将他们惊走即可。新风的弟子们在恐慌中四散逃窜，他们的脸色因恐惧而变得苍白。在远处，人们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议论纷纷，他们认出了叶凡手中的古弓，那是传说中的宝物，曾随捉风的传承一同消失，如今却神秘地重现。而那9只老鸭与9支箭雨的合一，更是让人难以理解，它们究竟是什么？也让叶凡对捉风充满了好奇。捉风看似平凡无奇的地方，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叶凡手中的古弓外表普通，甚至有些破旧，却蕴含着震撼天地的力量。这把弓尽管其貌不扬，却能让天空为之扭曲，散发出无形的力场，令新风的弟子们感到战栗不已。新风的长老们亲自降临，向李若愚老人表示敬意，并预言捉风一脉将因古弓的出现而大放异彩。他们认为，随着9秘的出世，捉风将超越其他主峰，照耀整个太玄。然而李若愚老人却表示，古弓的发现并不意味着传承的重启，因为它仅仅是他在半山腰的一个獾洞中偶然发现的。这个发现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，堂堂的镇山之宝竟然被野獾当作柴草使用，这种荒诞的情景让人无言以对。尽管如此，新风的长老们仍然坚信，古弓的出现预示着捉风的崛起。李若愚老人却显得忧心忡忡，他知道捉风想要崛起并非易事，传承已断绝500年，门徒尽失，满山荒凉，想要重振旗鼓，困难重重。尽管如此，新风的长老们还是对叶凡表示了一定的认可，认为他是一个有潜力的苗子。叶凡心中忐忑，担心自己之前的行动会引起这些长老的不满。他收起了古弓，散去了那股令人生畏的威压。随着古弓的收起，几只老鸭从他身边飞起，落在了不远处的枯树上，仿佛一切都恢复了平静。在新风长老们即将离去之际，李若愚老人请求他们转告新风之主，希望新风的弟子们不要再擅自闯入了。新风的长老们答应了他的请求，承诺会将这一消息传达给新风之主。新风的长老们在离开捉风后，他们意识到曾经被低估的李若愚可能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简单。捉风这个地方充满了神秘，许多事情超出了常理的范畴。长老们回忆起捉风的辉煌历史，曾有一位资质平平的前贤在这里得到了修行法门，最终成就了堪比上古大能的法力。他们预感到捉风的崛起或许已在眼前。与此同时，叶凡感到庆幸，因为他没有因为一时的贪心而猎杀所有的老鸭。
他对手中的古弓感到好奇，不明白这样一件看似破旧的重宝为何会被虫子咬出洞来。李若愚老人在9阶天梯前进行了一场神秘的仪式，将古弓放置在玉石阶上，让它在火焰中燃烧，最终融入了捉风之中。叶凡担心古弓会被毁掉，但李若愚解释说，古弓不会毁灭，而是会与捉风融为一体，增强其威势。他感叹道，即使传承重现，也未必是一件好事。随着古弓的消失，捉风似乎变得更加内敛，山峰的高度也有所降低，显得更加平凡。李若愚告诉叶凡，如果他再次作画，叶凡应该离开捉风。叶凡心中震惊，想要劝阻，但最终没有说出口。他走到一旁，开始研读李若愚送给他的泛黄簿册，里面不仅包含了修行法门，还有丰富的感悟和经验，对叶凡的修行之路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。这本古册对他来说如同雪中送炭，为他解开了修行路上的诸多疑惑。道经作为东荒古经，是他修炼轮海秘境的最强心法，但缺少经验的他一直独自摸索，而这本古册中的感悟与经验让他受益匪浅。随着心中的迷惑被解开，叶凡体内的神脉神桥也在一夜之间延长了一段，这是他修行进步的明显标志。若能横贯苦海到达彼岸，他就能晋升更高的境界。然而叶凡发现自己似乎被不祥的乌光笼罩，几只乌鸦不断在他头顶盘旋，这些乌鸦据说是古宫孕育出的精灵，拥有穿云裂天的力量。叶凡猜测，这些精灵可能是由气孕育出的神之，而古宫与精灵的结合无疑是极其可怕的。星风的弟子们虽然没有闯入捉风，但他们在周围徘徊，显然对叶凡心存不满。叶凡对此并不理会，而是专注于自己的修行和探索。他意识到，即使是星风这样的大势力，也有机会在开启玉门后横渡半个东荒。半个月后，李若愚从冥想中醒来，似乎有所领悟。他认为捉风的传承秘法需要相应的心境才能烙印下仙术，这让叶凡对山门的事情更加关注，同时也意识到星风的弟子们在等待他下山，显然对他有着不小的敌意。当星风的弟子挑衅叶凡参加即将到来的大比时，叶凡以幽默的态度回应，表示自己会去捧场，但不会参加。然而他很快发现自己作为捉风唯一的弟子，无法避免参与这场比试。面对星风弟子的挑衅，叶凡提出现场切磋，结果将10几名星风弟子打败，并让他们在捉风上修路作为惩罚。这一事件引起了星风的震动，许多弟子飞来捉风，想要看看是谁敢扣押星风的弟子。其中李小曼也出现在人群中，对叶凡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。而叶凡此刻正感受到怀中菩提子的异动，预感到某种秘术出现了，急速冲向山巅。在捉风之巅，叶凡目睹了一片神秘的虚空，9阶天梯在其中若隐若现，李若愚如同化石般盘坐，与天梯对立。9阶天梯逐渐放大，化作9座平台，每一座都矗立着琼楼玉宇，云雾缭绕，宛如仙境。李若愚老人在一股神秘力量的牵引下，缓缓升起，进入了那片缥缈的宫阙之中。山巅上的虚空深邃而静谧，仿佛一方世界在演化，道与理在其中交织，万物生长，循环不息，从繁盛到凋零，再回归本源。叶凡站在捉风之上，目睹这一切，他的眼睛从灿烂到枯寂，从光明到空洞，仿佛也经历了一次生命的轮回。天地间神秘的轨迹浮现，形成了深奥的规则与秩序，衍生出纹络与图案。捉风仿佛在返璞归真，演化着道与理，整座山峰就像一部经书，只有与之相应的心境才能捕捉到流转的神秘轨迹。